今天的太阳格外毒辣，两姐妹都爱美，所以只好牺牲棕叶来默默承受一切。在一顿努力后，工程就完成了一大半。两人速度够快，没到天黑就提前分离出了所有稻谷。堆积如山的稻米经过一番筛选，扔掉不要的杂草，就可以打包带回家。这2大堆看着就多，小时候最怕的就是收稻谷，等忙完不仅酸痛，还浑身痒痒的，简直就是许多人童年时的噩梦。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打包好了几袋。今天已经浑身疲惫，于是决定明天再来背回家。这种大袋装的稻谷，我曾经一次背2袋。回到家后只感觉浑身没有感觉。前几天收割完了稻谷，因为没地方晒，所以小丽背到了娘家。今天特意下山要将稻谷晒干。在回家的路上天气格外的好，想到即将做回父母的小棉袄，一路上回家的空气都是甜的。在穿过一片围栏后，眼前就是一片视野开阔的大山。在没人打扰的乡野小道上，虽然没有城市那样的繁华，但有了花花草草和鸟叫声的点缀，就赋予了乡村独有的浪漫。自家的房子就在山脚下，而且还是全檀木打造，有房有车，一看就是当地的大户人家。而且室内的装修也采用了精美的工艺。回到家的第一时间，小丽毫不客气地剥开一个橘子解解馋，毕竟山上可吃不到这样的水果，只有填饱了肚子才能有力气干活。趁着太阳毒辣，随即推开老爹年轻时买的鬼火，腾出一大片位置。在晾晒之前，还得把地面清扫干净，以免让稻谷沾染上更多灰尘，然后才是摆放好防水布。将稻谷晒在上面，不仅减少了灰尘，而且在下雨时直接将防水布翻个面，就能避免稻谷被淋湿。而为了能够早日吃上自己种下的稻米，还必须将它们均匀地分布在上面，毕竟这么好的太阳也不能浪费了。碍于面积有限，草地也得利用起来。仅几袋稻谷就晒满了整个地面，轮到屋檐下的10几袋也要等到猴年马月。因为太过于无聊，小丽将睡着的狗子强制开机。农村的狗就是好，不哭不闹不上吊，还能任由主人揉捏。房子旁边长满了荷叶还有鲜花，待到太阳下山，小丽就可以将稻谷收起来，铺防水布。晒稻谷的方式就是方便，一个人就能干几个人的工作量，将它们裹在一起就能不管不顾。一路来到鱼塘，该给园子里的菜浇水，等它们长得更大就能带一些到山上吃，反正娘家的也不要钱。趁着天没黑，就在附近采摘一些叶子做猪食，放进机器将它们打碎，混合在猪食里，将2师兄们养得膘肥体壮。忙碌了一天，也终于可以回屋让自己放松一下。回到娘家的小丽一早就起来，感受清晨空气的滋润。房屋旁新开的鲜花寓意着新一天的希望。将昨天晒干的稻谷铺在防水布上，还从家里搬出祖传2年半的电风扇，稻谷被装了满满一盆，在强大的风力下就能轻松吹走谷物中的杂质，还能顺便分离出稻谷壳。这样的操作虽然看似很慢，实则一点也不快。盆子里接住的都是精品中的极品，如果拿过滤掉杂质的稻谷去贩卖，商贩肯定把你当亲爹一样对待。等接满了一盆，就将它们倒进装过尿素肥的袋子里。虽然装的不多，但却能装下我上学时期2床花棉被。别人都说丢人，我却认为当时我就是全校最靓的仔。不管别人怎么说，还是要做最真实的自己。经过一顿努力，屋檐下的袋子越来越少，都被清理完堆放到了一起，然后便是为他们套上死结，确保不放过任何一粒稻谷。刚好老爹也从坡上赶来，在父女2人的配合下，整个搬运工作就轻松了许多。但为了提高效率，还是决定一人扛1袋，等实在没力了再一起抬。收拾好地面的防水布，顺便把插风扇的电源收起来，小丽便来到杂物间，将发酵多年的玉米抓出一把又一把，还反手用竹棍缠绕上鱼线充当钓鱼竿，撒上刚刚分离出来的稻谷杂质作为鱼儿的饲料，放下长线。没等多久，水面就出现了动静，将它捞上来是一条肥硕的草鱼。小丽认为这样效率太慢，便直接使用了王炸。发酵的玉米粒配上从邓刚那里偷学过来的手法，只过了2分半又上钩一条。果然在美女的温柔下，草鱼也能被钓成翘嘴。有了充足的食材，便能发挥自己的烹饪技术。饭还没煮好，老妈就从山坡回来，还带了一些野生的豇豆。小丽将大葱切断，用调料腌制草鱼，等入够了味就能直接放进炭火里烤。还将整只鸡切块做成白斩鸡，等锅中的蔬菜稀饭煮熟，就可以端上桌满汉全席。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一家人围坐一起，吃上一顿惬意的晚餐。为了躲避家人的催婚，在家还没待够几天，毅然决定回归田园，找回生命的真谛。每天养鸡喂鱼的生活不仅不会枯燥，还能让内心归于平静。登上阳台，山清水秀映入眼帘。等到傍晚的时候，欣赏晚霞，年少时那段懵懂美好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。过去的都是浮云，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。于是小丽决定拆掉这座看似简陋的竹屋，重新打造一座房屋，让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。
在拆除房屋前，先将昂贵的席梦思搬走。虽然搬新家所有的家具都要重新置办，但显然小丽甚是念旧。拆除之前，先让大家看看房屋最初的模样。虽然有些不舍，但小丽还是选择以微笑来掩盖痛苦。先是从阳台栏杆处开始拆除，这些竹子虽然榫卯结构很牢固，但经过风吹日晒时间一久，失去水分的竹子就会变形，所以拆卸起来整个流程就很轻松。然后便拆除墙面。整套工作下来一气呵成，轮到床板时，只能怪自己的手艺太好，拆不掉只能将它拖到一边。然后便是屋顶工作，只需要将绑紧承重住的绳子砍断，拆除框架部分，借助工具就能轻易使硬顶变敞篷。在天黑前拆除了房屋，收集好的木材还能当成柴火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女儿冬天冻到了身体，留下一片空旷的地方，后续就能施展才华。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，小丽就来到山坡搬运木材。之所以要泡在水里，主要还是为了防腐和防裂。拥有了木材的坚韧性，房屋才能居住更长久。小丽将它们一一搬到岸边，等它们晾晒干。先是抬回经过加工后的木头，这些木头看似很重，实则一点也不轻。等到口干舌燥，随后她找到了一棵柚子树，整棵树都结满了果肉。小丽用木杆捅掉长在树顶的柚子，长得高一点的果肉经历了大的昼夜温差，水分和口感才会更好。在享用完一餐后恢复了体力，又才继续搬回木头。在没人帮助下，很快就完成了整个搬运工作，然后再用凉水冲洗掉一天的疲惫。当阳光洒向大地的那一刻，小丽就已经告别了困倦。一早起来，先是给家禽们投喂饲料，然后又来到菜园里为蔬菜浇水。在精心培育下，放眼望去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四季豆也长出饱满的果肉，看着格外喜人。为了能够早日住进新房，小丽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要将厨房旁多余的石块搬进推车里。有了上次徒手搬石块的痛苦经历，小丽果断从山脚老王家借来了推车，只为了能够省时省力，将这些石块堆放到斜坡的草堆上，用来修建地基。因为之前的房屋采用了悬空式的风格，拆除房屋后底下已经长满了野草，小丽只好将它们连根除掉。除草的同时，还开辟出了一块更大的土地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两室一厅的面积也有了着落。就算以后老公和自己吵架，也能让她去睡客厅的沙发。在一番操作下，太阳已经晒到了头顶，是时候该做午饭了。只有填饱了肚子，才有力气干活。小丽先用82年的山泉水给稻米洗个澡，正好也可以尝尝自己培育出来的大米。等将火点燃后，放满一捆柴，就可以不管不顾去摘来一大把四季豆，顺便再采一些老铁们最爱的上海青。经过几次清洗，青菜已经呈现出晶莹剔透的颜色，未经过打药处理的蔬菜看着就很有营养。用灵巧的双手将四季豆切成小段，用来炒肉。爱吃生姜的小丽一次性多准备了一些，将它混合做个姜爆肉片，不仅可以去腥，还能拿来调味。通过绝佳的厨艺，就做出了3道看着就很有食欲的菜，随随便便拿捏住男人的胃。什么样的隐居生活才能让一个人如此迷恋？享受穿过房屋空隙的微风轻抚在脸上，面朝一望无尽的大山，欣赏着秀丽景色。即使生活只有袅袅炊烟，也可以活出一个人的浪漫。等满意的饱餐一顿后，小丽又忙于房屋的修建工作。考虑到以后可能会要3台，2室1厅的面积显然不够，超大的生活阳台也是标配。于是又用锄头挖出一大片的空地，一些比较坚硬的土壤就用铁棍来疏松，效果也是显而易见。在天蒙蒙黑的时候，就将房屋的地基清理了出来。从山脚搬来绑一大哥刷的木质火箭，只为了能给自己建造一个梦幻般的家园。不管是房屋面积的丈量，还是修建材料的测算，都要精准到分毫。在大山里的早晨，每天早起，撒下一把饲料，让鸡仔们大口朵颐，只为了时刻期盼鸡窝里收获几枚新鲜出炉的鸡蛋。来到菜园，摘下一些营养绿色的蔬菜，撒在鱼塘里作为鱼儿们的饲料。处理完杂物，就要忙于房屋的修建工作。他先将绳子绑在木棍上，然后绕房屋地基一圈，绳子围住的就是修建房屋的区域。考虑到以后生儿子要有一个书房，考上了清华全家沾光，所以又挖出了几平米的面积。铁棍就用来疏松倾斜处的土壤，在锄头的积极配合下，将多余的土壤用来填平地面。之前辛苦搬来的石块垫起半米高，再也不用担心房屋潮湿渗水。经过一番清理，地面已经接近平整光滑，如果平躺在上面睡觉，第二天起来也保证没有疼痛的感觉。随后他又绕房子挖出一条阴沟，就算连下几年暴雨，也不会担心冲垮了房屋，顶多和泰坦尼克号一个遭遇。然后便是搬运来原木，看他笑得如此灿烂，就知道这根原木没有90斤，起码也得100斤。越重的东西越有挑战性，小丽越搬越欢。
不到1个小时就免费将所有材料送上工地。就这干活效率感，说哪个包工头不喜欢？只可惜小丽不相信纯爱，趁着现在还有力气，小丽打开了自己的工具箱，拿出电刨，等通好了电，将它用力按压在木材粗糙的表面，使劲来回推动，就可以除去疙瘩，让木材变得更加光滑。因为自己的皮肤好，所以也必须给木材来个全套保养。在一番操作下，单身久了的我看木头都觉得眉目清秀。此时只想给前女友也安利一套贴心的美容服务。鸡仔们已经饿得跑进厨房准备拆家，小丽只好先给他们喂食。虽然自己还饿着肚子，但一想到不久就能拥有梦中情屋，浑身就充满了动力。想都没想就继续为木头去掉角质。在一番辛苦下，褪去外壳的木材露出雪白的颜色，象征着独立女性的勤劳圣洁。随后又才拿来刻度尺，精准笔画，为每一根木头打上十字形的记号，用自制的墨斗标记一条笔直的线。不得不说，在修建房屋这块他是专业的。等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，就可以根据做好的标记切割出榫卯结构。这种灵巧的手艺配上榫卯结构，修建好的房屋十分牢固。而他之所以这么用心，主要还是为了一房传3代，人走房还在。今天已经累到不行，于是小丽决定给自己提前放个假。今天小丽还是像之前那样为每一根原木标注好记号，用于后期切割出榫卯结构。昨晚下了场暴雨，但好在今天的天气晴朗，很适合户外工作。拆掉防水布以后，工作的地方就明亮了许多。她根据标注的记号用电锯切出形状，配合上手工凿将它打出凹口，刚好可以固定在横梁里，确保能严丝合缝。以后又才将它取出。因为用木材建造房子结构比较复杂，一旦有一处深度和宽度相差毫厘，房屋就会失去基本的牢固性。为了一房能够传3代，所以开凿工作就必须认真细心。单身多年的她没有感情问题的困扰，干起活来也十分麻利，根本不需要担心在上班的时候摸鱼。没过多久就将几根原木拼接在了一起，通过倾斜的角度就看得出来这是屋顶。哪怕没有图纸，思路也十分清晰。仅凭深刻在基因里的建造天赋，足以成为一名口碑5星好评的建造大师。等拼接好了基本的框架，又挑选出几块质量上乘的木块，准备打造出一个制专用的方格工具，这样就能省去买砖的钱，还可以用来买几套好看的衣服。简单的做上记号，让方块整齐的站成一排，钉上钉子以后就很牢固。然后又完善好另一面。小丽觉得粗糙的外表还不够美观，于是又将它打磨的细皮嫩肉。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地面以后，就将方格工具摆放在厚木板上方。由于疏忽了，不小心压到了手指，此时别提我的心有多痛。但小丽拒绝做娇贵的小公主，而是将疼痛抛之脑后，倒出提前准备好的沙土和水泥土，又添加上铺路用的小石子，倒进一些82年的老山泉，就可以去山坡找来芭蕉叶，将它们剪切成与方格面相同的大小，铺在里面，用来将水泥与方格隔开。有了光滑的芭蕉叶，这样也能方便后期取出水泥。小丽将残留的芭蕉叶扔进塘里喂鱼，贴心的投喂服务让草鱼们想不肥都难。等搅拌完水泥后，就可以将它们挨个填进方格中。Q 弹的水泥就像布丁一样，看着就没有食欲。将它们全部填满以后，还剩下一堆水泥，刚好可以填补一下坑洼的地面。在结束一天的疲倦前，还要请家禽们吃上一顿满意的自助餐。清晨起来，大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，又是一个适合建造的好天气。小丽将这些处理过的木头摆放到一起，用横梁加以固定。从她甜美的笑容就看得出这有多么轻松。经过几十斤木锤的敲打下，每一处的榫卯结构都会紧密相连，就算10级台风来了也不会散架。如果散架了就当我没说。虽然长期一个人生存在无人的野外，但是独立的性格也让自己练就了一身的本领。俗话说技多不压身，她完全可以称得上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标杆。将这些木头拼接在一起后，小丽实在顶不住了，索性拨通电话叫上了帮手。没过多久，老闺蜜们就从山下赶来，她们一起将搭建好的房屋框架抬起。有了几个人的帮助，再将横梁固定在榫槽里面就轻松了许多。此时房屋还有点摇晃，急于表现的小帅想都没想就爬上去，经过敲击让横梁更加牢靠地固定在里面。接下来所有安装工作都由他承包了，还在一声声欢呼声中迷失了自我。等安装好最后一面墙壁后，房屋就变得牢固。他们在屋顶处安装好房梁，房底就垫起昨天自制的砖头，下面刚好可以用来填充水泥。几个人合作确实比一个人有意思很多，不仅能提高效率，还能缓解无聊。在安装完最后的房梁以后，又搬来木头，向外面延伸了几米远。在众人的努力下，赶在天黑前搭建好房屋的框架。果然朋友多了路好走，经历了短暂的热闹，朋友也各自散去。第二天的时候，小丽从镇上买了些彩钢瓦。上山的路很艰难，有一点坑洼都要及时填平，尤其过这个弯道时轮胎止不住的打滑，但好在还是开了上去。小丽花费了2个小时搬回地板和彩钢瓦。
年轻就是好一点也不会感到累。搬运回材料以后，负责帮忙的老爸也及时赴约，在专业的人面前，小丽充当起了帮手。此时天空已经下起毛毛细雨，但为了能够对得起老师傅这个称号，还是坚持工作下去。彩钢瓦被一颗颗螺丝钉死死钉住，再也不用担心房屋漏雨。而为了提高效率，上面的部分就由小丽操作铆钉枪。在父女默契的配合下，屋顶就安装的差不多了。此时她已经身心疲惫，在给家禽们喂食的时候，天空已经泛起了黑。